大家好，我是绿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说到司马相如呢，好多人就会想到渣男。他被后人推崇为复圣，一个被奉为圣人的人，他怎么就成了渣男呢？要知道在《史记》里边他一个人所占的篇幅呢，比文帝、景帝和汉武帝3个人加起来还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呢，他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出生在公元前179年，也就是文帝登基的那一年。他小时候呢特别的聪明好学，可是他老爸呢给他取了一个特别奇葩的名字，叫犬子，大名哦。那他长大之后呢，学有所成，因为非常钦佩蔺相如，所以呢就改名字叫司马相如。犬子呢就被他的粉丝们呢拿来作为自己家儿子的谦称。犬子这个词呢就是打他这儿来的。他长到23岁的时候呢，文帝死了，而那会儿呢他家里还挺有钱的，所以呢还能够被选为郎官。于是呢他就做了汉景帝的5期常侍。可是他自己呢并不喜欢这个差事，并且呢景帝呢并不好辞赋，所以其实相如呢挺郁闷的。这时候呢，梁王刚好到了长安，他的身边呢跟了很多的文人名士，比如说像周扬梅圣这样的高人。和这些高人在一块聊天呢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于是呢，司马相如就抱病离开了景帝，然后跟了梁王，这一跟呢就跟了11年。那时候梁王很有钱，所以整天呢也就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什么的。那11年之后呢，梁王死了。梁王死的时候呢，家里据说呢还有40万斤的黄金，这和现在呢大概有100吨吧。所以要不曹操后来呢第一个要挖的就是梁孝王的坟呢。梁王死后呢，司马相如回到了成都，但是回到成都家中的时候呢，已经是家道中落了。估计那会儿呢他的父母也不在了，也没有听说呢他有什么兄弟姐妹但是呢他有一个朋友叫王吉。这个朋友呢是在临邛做县令的，他呢就跟司马相如说，要不你到我这儿来吧。这个王吉呢绝对是个高人，应该是最早的营销高手。他呢让司马相如带着豪华的车驾呢来到临邛，然后呢又亲自去迎接他，而且呢特意的做出一副对他特别恭敬的样子。司马相如呢反而对他呢有点爱答不理的，这一下子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会儿的临邛人呢很富裕，因为自古那个地方呢就产酒产茶还有盐和铁。临邛的首富呢叫周王孙，周王孙呢一合计就说，县令的贵人要来，要不咱们也招待他一下吧。于是呢就摆了一个酒局。结果司马相如呢迟迟不到，然后县令王吉就说，这相如不来，我也不能动筷子。于是呢还专门派人去请他。结果这相如呢到了酒局现场，据说是一坐近亲他应该是长得很帅，风度翩翩的那种。然后呢酒过3巡以后，王吉呢就递上一把琴，说要不您跟我们助个兴吧。那个时候呢，周王孙的小女儿也就是周文君刚刚新寡在家，就是刚刚死了老公，回到了娘家。她呢对司马相如本来就有所耳闻了，然后呢她也很喜欢琴赋。相如呢本来是有点口吃的，但是口吃呢不影响唱歌所以呢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这呢就让周文君芳心大动。这酒席散罢司马相如呢用重金收买了周文君的仆人，来传达自己的爱意。他俩呢就是属于两情相悦了。于是周文君呢就做了一个在那个时候看似无比胆大的举动，夜奔相如。司马相如呢赶紧就连夜带着周文君呢乘着车马回到了成都。回到成都的家里边呢，这周文君一看哎呦喂，你这个大骗子，这家里呢真的是家徒四壁立。这后世的家徒四壁呢就是打这儿来的。可是怎么办呢？事已至此，而且呢这个周王孙呢已经发话了，说我是不会给这个女儿1分钱的。但
但是周文君说了，不用怕，听我的。他呢就拽着相如回到了临邛，把车马呢一卖，趁着这点钱呢就开了一个小酒馆。文君呢亲自当炉卖酒，并且呢让司马相如穿了一条独臂鲲在那儿当街底气。那什么是独臂鲲呢？就是汉代底层老百姓呢穿的一种形似牛鼻子的三角裤。你可以脑补一下哈，那相扑运动员他们穿的大概就是那意思了。这周王孙呢哪受得了这样的羞辱呢？门也不愿意出了。然后旁边呢有人就劝说道，说你看啊，这司马相如呢虽然有点穷，但是呢才能品貌呢也堪匹配，更何况生米呢已经煮成熟饭了。这周王孙呢最后也想通了，于是呢就给了他100个仆人，分了他们100万的钱，还把周文君当年的嫁妆呢都给了他们。这小两口呢就拿到钱回到了成都，买了田宅，过上了富人的日子。当年在成都这儿呢还真有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就在今天的琴台路，现在呢这是成都看夜景最好的地方。而那个时候呢正是文翁开教化，相如为之师。因为司马相如闲下来呢没有什么事做，于是呢就教书了。这么过到了40来岁，汉武帝偶然呢读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特别的喜欢。这《子虚赋》呢好多人都听过，但是他到底写的啥呢？其实啊，这是司马相如编的一个故事。他虚构了一个叫子虚的楚国人，这个子虚呢就是虚设的意思。还有一个叫乌有的齐国人，乌有呢也是没有的意思，所以子虚乌有呢就是从这儿来的。当然这两人说的话讲的事儿呢都是司马相如编的。通过这个子虚他陪着齐王打猎的过程当中，尽力的去吹嘘楚王打猎的那个豪华奢侈的场景，以及楚王的猎场，也就是当时的那个叫云梦泽的地方，那种地域之广大，山川之秀美的景象，写的呢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汉武帝呢就发了感慨说我怎么没有运气和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呢？结果呢汉武帝身边的一个狗官叫杨得意的，这个杨得意呢人家真的就是一个管狗的官儿。他呢就说这个作者呢我认识，其实就是我的同乡，叫司马相如。这么着他就找到了司马相如。结果相如呢就跟汉武帝说了，那个子虚赋啊只是写的诸侯游猎的事儿，微不足道。您要是愿意呢，我再给您写一篇关于天子狩猎的，叫《上林赋》。于是呢就虚设了一个叫吴世公的人物。这吴氏呢也是没有的意思。通过这个吴世公的嘴呢，把天子的上林苑大肆的吹嘘了一番。像那些什么山石林泉离宫别馆还有奇珍异兽、奇花异草什么的，以及呢还有天子狩猎时的宏大场景、欢乐的场面，写的是淋漓尽致。整个构图呢很宏大，想象力呢无比的丰富，尤其是文笔呢是相当的精美。在汉武帝读过之后呢，仿佛身临其境，飘飘欲仙，非常的开心，于是呢就封了他一个郎官。其实那个时候汉武帝的手里呢没有什么实权，实权呢都在太皇太后的手里边。他呢整天能做的事儿呢，基本上就只有带着一帮人到处去打猎。有时候呢打猎打得晚了，还得找个地方能投宿，很是不方便。武帝心里边呢就特别的不爽，想我堂堂一个天子，打个猎怎么就那么不方便呢？再想起《上林赋》那个意境那么的优美，于是呢就开始着手扩建上林苑。就因为这事儿呢，当时东方朔还劝谏了汉武帝，说你画的这个地方呢物产丰饶，把这么多的人呢迁出去怎么不好。汉武帝呢说你说的非常好，并且呢还给他提了官，但是上林苑呢照建。今天我们要想欣赏这个《上林赋》就比较费劲了，这里边一半的字儿呢我们都不认识。司马相如呢到了50岁的时候，这汉武帝呢派他作为使者来到了西兰夷。当年相如呢出成都的时候，
就在城北的升仙桥这地方题下了这么一句话，说非司马高车不过此桥。如今呢，总算是可以司马高车衣锦还乡了，所以呢，就把它改名叫做司马桥。很快呢，司马相如就恩威并施，顺利地平定了西南这一方。这属地的人们呢，引以为傲。卓王孙呢，又把家产呢分了很多给司马相如。这司马相如呢，就更有钱了，于是呢，就不再怎么过问朝廷的事儿了。两口子呢，就安家在茂陵这个地方。其实呢，这个司马相如的身体呢，一直不太好。他呢有糖尿病，当时呢叫消渴症，所以后来呢就把这个病也叫做了相如渴，也叫长青病。司马相如临死的时候呢，留下了一封封禅遗书，就是汉武帝呢本来已经决定要停止泰山封禅这事儿了，但是后来读了司马相如的这封信以后呢，就决定重启泰山封禅。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他当时的文章写得有多精美了。而司马相如什么时候成了渣男呢？这个缘起一本叫《西京杂记》的小说，在这本小说中呢，提到了这样一句话，说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文君乃作白头吟。这事儿呢倒是有可能，因为他们俩呢在一起20多年了，也没有一个孩子。这司马相如呢也可能试探着说，要不咱们拉个妾什么的。可是呢，以周文君的脾气，哪里受得了呢？于是呢，就只能作罢。而至于这个白头吟呢，它最早出现在《玉台新咏》这本书中，原本呢叫做皑如山上雪，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两相绝。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提，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而在那个时候呢，娶妾呢是合法的，你不能说他娶妾就是渣男了吧？那要不然渣男呢就太多了。而真正坐实他渣男的说法呢，是到了明清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就编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司马相如呢在长安做官的时候呢，两个人两地分居，这司马相如呢就变了心，想要休妻，于是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打开信来看呢，就只有数字，这些数字呢，无论正看反看呢，都没有意。这周文君呢就想，你这反正是无意嘛。于是呢，周文君就给他回了一首诗：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的是3、4月，却谁知是5、6年。七弦琴无心弹，8行书信无可传。9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赖把郎怨。这首诗呢很长，写的呢也是很巧妙，而且呢流传很广，于是呢就渐渐坐实了司马相如渣男的名声。但是呢，实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首诗呢绝对不是周文君写的。你要知道，汉代的文风呢跟这首诗的文风完全不一样，而且呢这么长一首诗，从头到尾呢每个字你都能认识，每一句话呢你都能读懂，所以基本上呢不太可能是汉代人写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休妻和拉纤呢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的。那会儿呢还讲究7出3不去，那么3不去当中呢就有一条规矩特别的明确，就是先贫后富者不出。就是像司马相如这种结婚之前呢很贫穷的，后来有钱了呢也是不能休妻的。更何况你真的休妻之后呢，老婆的家产可是可以全部拿走的，那你不是就又变成穷光蛋了吗？那他又不傻。而且这司马相如作为地地道道的成都人，这典型的四川耙耳朵，在遇到周文君这么泼辣的老婆之后呢，他还敢到处去渣吗？一个人应该如何追寻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爱情？我想司马相如和周文君的故事就是很好的诠释。